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孟非老师好，两位老师好。我叫孙子凯，今年24岁，来自山西，目前定居在西安。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您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我未来的女朋友可以占用我99%的空闲时间。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要留那1%？你打算干什么？对呀、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我会非常想要一个我的另一半会是一个比较粘人的女孩。李慧，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没有自己的朋友吗？肯定会有啊，肯定会有的。生活并不仅仅只是爱情嘛。我从上一段感情单身了已经有1年半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喜欢打篮球，然后也喜欢健身。我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活动去充实我自己的生活。只是说现在24岁，确实也想再找一个合适的女朋友了。3号。男嘉宾你好，我很好奇嘛，就是你更喜欢是和女朋友线上的粘人，还是线下的粘人？线下的。哦，就是在一起干。实体粘人。那线下的话，比较喜欢哪些活动呢？线下的话，我还挺喜欢旅游的。然后，如果你对篮球感兴趣的话，我也希望你可以陪我一起看篮球，然后一起打篮球，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 PK 一下投篮。可以。我想给收看我们节目的男性单身观众分享这句话我的感受。对于那些粘人的女生来说，太好了，我就希望找一个跟我一样的。但是有一些人，如果他没有那么喜欢粘人，这个时候在女生那边也未必都加分，所以此话风险颇大。第二点。我不希望你介意我和我的好兄弟打视频电话。好，我知道你那1%在干嘛了。对，因为我本身是非常喜欢打篮球，我和我的好兄弟们都是因为篮球而结识的。然后将近已经有15年的一个情谊了，所以说这份友谊在我的一个生活，包括我的一个人生成长，都是有一个极大的影响的。我觉得这个男生了解起来很容易，2个问题把人一辈子都交代了。99%粘女朋友，1%粘兄弟。19号。男嘉宾你好，你说你喜欢跟兄弟们打视频电话，那其实我好奇，你们的视频电话会聊很久吗？像女生这样聊2、3个小时，会那样吗？应该不会，因为更多的时候会是，比如说明天有 CBA 的总决赛。然后说后天有 NBA 的总决赛，就是在这种比较特定、比较重要的比赛，我们可能会各自都空出时间。在平日里没有球赛的话，应该也不至于就是随时随地打电话。但是如果我们有很甜蜜的瞬间的话，我不介意撒一波狗粮。16号。男嘉宾你好，那如果说你跟你的另一半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兄弟来电话来视频了，你是选择接还是挂掉呢？会看你想怎么想。如果想接的话，我本意上我更倾向于撒狗粮。然后如果你现在，比如说我们正在你侬我侬，那哎呀，挂了吧。哦。好，来看片子。
800标兵奔北坡，口播操、发声训练、气息控制，这些都是播音生早功练习的必修课，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改变。我叫孙子凯，是一名口才老师。以前的我非常内向，而且很不自信，也不太重视个人形象。学习播音专业后，我逐渐变得外向，而且更加自信。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一家培训机构，主要负责教小朋友的口才和表达。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当我见到和曾经的我有同样困扰的小朋友，也会尽力去帮助他们，为他们撑一把伞。之前有一个长相非常秀气的小男孩，他很内向，所以我就经常在课堂上关注他的状态，也会特别点名让他表达自己，展示自己。渐渐的，他也变得开朗起来，还会经常跟在我后面喊我。我也一直很喜欢小朋友，因此在姐姐忙于创业的时候，主动承担起了超级奶舅的责任。当时宝宝4、5个月大的时候发了一场高烧，他哭了一整晚，我很心疼，我就守了他一整晚，给他不断进行一个冷敷。那一晚我才真正感受到身为父母的不易。我的共情能力很强，甚至有点泪失禁体质，会被陌生人的悲欢离合触动。参加婚礼时看到的感人瞬间，电影里恋人的生离死别，短视频里流浪动物不幸的遭遇，这些都会触动我的泪腺。即使在心里默念我是个男人，要坚强，不能哭，结果还是控制不住，眼泪掉得更厉害了。你们会拒绝我这样的小哭包吗？23号。南大妹你好，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看到你 VCR 最后说你是一个小哭包嘛，就我想问一下，假设说如果我们两个之间会有闹矛盾，如果你当时觉得有点委屈的话，你会当着我的面就开始哭起来吗？已经要哭了，我感觉。maybe 说不准吧。就是如果你是我最亲近的人，我不是那种介意把自己柔软的一面展示出来的。好，谢谢。1号。男嘉宾你好，关于你刚才说的那个小哭包的那个事儿，我有一个问题非常的疑惑，就是当您和你对象相处的时候，哪些点会触发到你心里的柔软呢？我跟我前对象，他最触动我的一个瞬间，就是我在大2的时候，我的爷爷不幸的去世了，然后知道这个消息，然后我整个人就绷不住了，然后一个人就哭，然后收拾好行李就准备回家。马上要赶上车的那个时候，我给我的当时的女朋友说，我爷爷去世了，我要走了。然后呢，他就很快的，不到3分钟就来到了我的身边，然后陪我一起去回了家。然后在车上的时候，我就哭嘛，然后他看见我哭，然后他也哭，然后我当时就很疑惑，我就说你有什么好哭的呀？然后他就说看见我难受，他也想哭，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当时那个瞬间还挺让我难忘的。那真的很浪漫。李慧慧。你好，感觉你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男生。假如你的女朋友跟别人起了冲突、起了争执，你会怎么处理呢？这个要分情况。假如说女朋友是对的，那么我会无脑的占女朋友，但是争吵那个人，我们已经分开了以后，我可能会就事论事儿。如果真的是他的错，那我会坚定的站你。如果双方都有过错，我会让你在那个情绪走出去了以后，然后引导的你说，其实你也有一点点不对，当时应该更怎么着这样子。我想问李慧慧，当时眉头一皱，你为什么也瞪？因为我觉得他的回答就感觉好柔弱。我喜欢的是一个比较强壮、能保护我的、有保护欲的那种感觉。我还需要保护他，就是他整体给我感觉，对。就是如果男朋友对我哭，就是当我很生气的时候，男朋友一哭，我可能就立马心软了。然后我觉得其实男生可能流眼泪也是一种
示弱的象征嘛，就是代表他在外面是顶天立地的人，那在我面前可以是一个小男孩。哎，我觉得刚才他说，男人不是那种非得要顶天立地、坚强到永远不滴眼泪、永远不示弱，这种逞能的男人其实也挺可悲，其实是他内心另一种自卑，因为他没有能力，他没有勇气，在最亲近的人面前表现弱的那方，这是另一种自卑，另一种弱小。刚才陈小旭说的是什么？当一个男人在残酷的社会竞争当中，他有顶天立地的一面，他遭遇挫折、遭遇失败、受到打击的时候的那一面柔弱，是会赢得女人既有尊重，也有爱。但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男人他不需要有能力坚强的一面。你总不至于想嫁个碰到事儿就倒在你怀里哭吧？一有事儿了回来就找女朋友躺在你怀里说宝宝好委屈。你要这样的吗？ No。而他在外边给人打得浑身伤痕回来的时候，你可能抱着他，这是有可能的。这个无论是动物界、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一样的。22号。男嘉宾你好，想问一下，如果你的女朋友个性不是很粘人的话，你会想办法把她调教得更粘人一些吗？这个倒不会，因为每个人有一个各自的一个生活节奏和生活状态。我所说的粘人，其实更多的会是一种，即使我们不在一块儿，我希望你可以对我有一个倾诉欲，对我有一个分享欲。因为我觉得说分享欲其实就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浪漫。如果一段感情想要更长远的走下去，我感觉我会很需要这个分享欲。那如果他愿意为你变得粘人的话，你会愿意去帮助他变得粘人吗？我不排斥。像你这种每天工作16小时，觉都没得睡的，你拿什么时间粘啊？用心粘。那你为什么那么早灭灯？我没有灭啊，我灭了吗？不好意思，真没注意到，我这个没有灭的。那来把它恢复一下。好，他会教你怎么粘人的。17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既然说希望两个人多一点接触的空间嘛，那你觉得两个人平常见面的时间应该是多么的频繁呢？会因为工作而定吧。假如说因为一些客观因素确实是不能够见面的话，我觉得保持一个良好的线上沟通就很重要。但如果更期待的话，会2、3天见一次会更好，或者天天见都 OK。好，谢谢。好，看下一条片子。那年夏天，我参加了校园运动会，他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可是主动加了我之后，他却一反常态的没有和我联系。当时我觉得他从群里主动加我，总要和我说点什么，结果连个招呼都没打过，这就让我对他产生了好奇，于是主动打破僵局。我们俩的交流也逐渐的多了起来。第一次见面时，我俩非常默契的买了一杯奶茶送给对方，我也对他再见倾心，开始化被动为主动，猛烈追求，最后把握时机告白成功。当时他室友被表白，他很兴奋的向我分享这件事情，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就主动的向他表白。最让我感动的是，在我爷爷因病去世的时候，我当时整个人都是懵的，眼泪也控制不住的往下流。他主动送我去车站，陪着我一起哭了一路，我觉得他真的是太好了。后来临近毕业，他考研失利，我忙于工作，我们俩开始异地。想起来当时的我生活在自己的节奏中，对未来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对感情也不够细致，从而忽略了他的感受。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开始考虑结婚的问题。但是我才刚刚毕业，觉得自己还年轻，
没有想的那么长远，在生活的计划上有了差异，因此在感情中很多想法都不再同频了。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改变，也没有想到他会选择放弃这段感情。分手让我猝不及防。未来我希望能遇到一个能和我相伴相守的女生，希望你是一个喜欢小孩子的人，我们一起踏上这班开往春天的列车。14号，你好，男嘉宾，你和对方聊天的时候会有什么聊天小技巧吗？就是好的话题。小动物。然后我会很希望我未来的一个女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小孩子，因为我比较喜欢小孩子。好，谢谢。7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在你看来，你是更想找一个姐姐型的，就是生活和情绪上都能够照顾你的女朋友呢，还是说找一个妹妹型的，需要你各个方面去照顾她的呢？可能更喜欢姐姐吧，因为我本身谈恋爱其实没谈多少，我只谈过2段恋爱。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到底是喜欢姐姐还是喜欢小一点的。最后一个问题，3号。男嘉宾你好，我很好奇，你找女朋友的时候会不会慕强？慕强？因为你比较喜欢哭嘛，可能比较柔软。不，这个说的我好像太柔软了。我说的这个状态，其实是我可能说我们会非常非常熟，然后我把你当做最亲近的一个人，然后我不介意在你面前展示我柔弱的一面，并不代表我很柔弱。这个慕强是指，比如说事业上啊，或家庭各方面，就是他比你都优秀，能力方面，你会介意吗？这个不介意，我当全职奶爸都 OK 的。好的，好的。现在留灯的是22号，我差点把22号给错过了，想想好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自推。孙子凯的自推女生是《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孙子凯的自推女生是梅瑞莹。男生性格彬彬有礼，亲和力强，温暖细腻；女生随和温暖，特别有爱心。2个人都追求舒适、安稳、有品质的生活状态，也非常在意跟另一半的心灵相通，都内心温暖又懂浪漫，乐于付出不计较，会是非常甜蜜的一对，供2位参考。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在你童年的时候，你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14号。我童年最喜欢的玩具，这要从一张照片说起，因为当时是我爸爸，就是抱着我，然后拿着一个玩具在那儿逗我，当时就是一个小兔子在一个摇篮车里那样的一个玩具。22号。步步高学习机。很小的时候不能用手机，然后就会用学习机，但学习机可以下载游戏，然后就会偷偷用它玩游戏。我稍微介绍一下22号的情况，在北京工作，是投资经理。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女嘉宾苏林秋，来自北京，是一名股权投资经理。然后平时她介绍自己就是工作非常的忙碌，因为我们工作也特别忙嘛，有时候经常是到周6或者是周5的时候才会想到说要不要和朋友回一下消息。她希望2024年可以找到一个人，让她去享受2个人的世界。年底的时候能有闲有钱和另一半去看北极光吧，可以吧？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你如果选14号，也许会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可以牵手22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
手机只剩下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非礼爱情最难解。我会非常想要一个我的另一半会是一个比较粘人的女孩儿。如果他愿意为你变得粘人的话，你会愿意去帮助他变得粘人吗？我不排斥。手机只想见你，未来过去，再见。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祝他们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三位老师好，然后女嘉宾们好，大家好，我是尤正瑞，来自山西，今年27岁，然后现在在江苏。哎，选你的心动女生。 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什么？啊，我希望另一半不介意我有点宅。宅到什么程度？对呀。有2个月没有出过门，除了倒垃圾之外，没有出过门。中心。 男嘉宾你好，那如果女朋友很喜欢出门玩的话，你是怎么去处理这段关系呢？对呀。哦，我只是比较喜欢自己宅在家里，就是看剧什么的。如果女朋友想出去玩的话，我会优先考虑女朋友的感受，我会听到她意见，然后跟她出去玩的。10号。男嘉宾你好。哎，你好。你可以2个月宅在家，那这2个月你是在家干什么呢？听听歌，然后学学歌，然后也会偶尔自己在家录录歌，然后弹弹钢琴，看看剧啊，玩玩手机之类的，就是享受一个人的那个状态。哦。19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听你说你可以2个月宅在家里，那是不是可以觉得是你的性格是比较有点社恐的呢？你不太喜欢跟其他人打交道是吗？对，其实我有一点点社恐，但是我跟熟的朋友其实还是聊得比较来的，但是新朋友的话可能会话比较少。3号。男嘉宾，你说你有一点点社恐嘛？那我是完全是社牛类型的，就和谁都能聊上几句，你介意吗？如果我喜欢的话，其实我不介意他是社牛还是社恐。9号。那我想知道，您如果出去社交，你会做一些什么呢？我很好奇。对呀。出去社交的话，会跟朋友一起看看电影啊，然后打羽毛球或者玩一玩剧本杀之类的。哦。看电影，然后打羽毛球，有一种夕阳红的味道。第2点。我不希望另一半在吵架的时候翻旧账。哦。不翻旧账怎么吵？就是我不希望另一半就是我们已经解决过的矛盾提起来，然后就翻过来，矛盾升级。哦。李慧慧。那会不会说明那个旧账是没有解决呢？对呀。如果没有解决好的矛盾的话，我觉得那个不算翻旧账，因为他还没有解决。好。但是我希望他就是当天的矛盾可以当天解决掉。可能是就是女生觉得并没有解决好，可是男生他就觉得过去了，所以女生会更抓狂，说根本就没有过去，在我心里。9号。而且我觉得就是女生嘛，就是但凡是出现这种1次、2次、3次，那我觉得这个是沟通的问题。首先我觉得就是翻旧账原因是因为没有解决掉这个问题，而且就是可能是我犯的错误，然后我就不会再犯。如果我再犯的话，那可能就不是翻旧账，只是我知错然后再犯而已。这个在心理学上几乎是做不到的。
它叫情绪依存效应。我们每个人的情绪跟情境是高度绑定的，这跟他解决没解决没关系。对，就是那个时候我生气，在那个情景当中，所以只要是一个同类型的生气，马上那件事儿就出来了。其实这是他的理性在为他的感性的这种配对关系找一个理由。换一个角度说，女人是个情绪动物，没有什么解决不解决的。比如说，我前女友是个空乘，分手3年了。好，我跟现在女朋友一块儿出去旅行，一上飞机，那个空姐非常热情的服务，哎，我这空姐服务很好。想起你前女友了是吧？是不是就喜欢空姐？看到空姐就不行了是吧？飞机这个场景只要一出现，前女友就出现了，前女友出现了，接下来全部都来了。哦哟！好，来看片子。我是尤正瑞，一个喜欢挑战自我、钟爱不同风格的独立歌手。对我来说，音乐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更是一种情感上的表达和心灵上的触动。从激昂的摇滚到轻柔的民谣，从深情的情歌到欢乐的流行曲，每一种音乐都给我带来不同的感受和启发。我涉及各种曲风，经常受邀参加一些活动。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没有演出的时候，更喜欢一个人在家待着，或者跟我比较熟悉的朋友出去吃个饭。不太喜欢一些无效的社交。如果女朋友想出去玩的话，我还是会愿意跟女朋友出去玩。我是那种比较优先考虑女朋友感受的，如果她开心的话，其实我也会开心。大学生活费有限，为了给女朋友买一些好吃的东西，我练就了一身省钱绝技，连续半个月我都只吃一个馒头配咸菜。毕业之后呢，毫不犹豫地坐上了开往苏州的火车，身上的钱甚至只够住青旅。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我知道只要离他更近一点，我就知足了。小时候我是跟我爸妈是住在一张床上的，爸我妈吵架的时候，我睡中间，然后我爸会朝那边扭，然后我妈会朝那边扭，感觉自己当时特别懂事。当时左手搂着我爸，右手搂着我妈，然后他俩就忽然扭头过来抱住我，就和好了。所以我很不喜欢吵架这个事情。一般吵架的话，不管是不是我错，会主动道歉。而且我觉得感情中没有谁对谁错，有时候只是因为双方的观点不同产生的一些摩擦。我相信通过真诚道歉和沟通，两个人就可以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遇到一段真诚的感情。14号。你好，男嘉宾。刚刚听到你讲你会在家里创作音乐或者录歌什么的，那你是唱歌比较好听吗？也不能说好听吧，只是跟一些普通人比来说，应该算五音比较标准。那可以给我们来一段吗？可以，可以。扭开天时地而薄，画面一幅幅过，左耳跟着右耳闪躲，留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怎么没响过？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个结果？谢谢。有没有人想唱歌的？哎呦，你看那个3号急的，弹射起步的整个人。哦，来。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和声了。还有谁？想听5号？5号是伯克利音乐学院的，给你介绍一个。哎呀，对了，来。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
想，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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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和你在一起。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我看你们俩就在一起算了吧。你那个片子里边刚才说了一句，只要不愉快了，你就会道歉，是吧？对，我一般来说是会先道歉的。这句话已经成了这个台上所有男嘉宾的标配。我告诉你，有一段对话我听过18000遍。男嘉宾，我要生气了怎么办？啊，我先道歉。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他讲到的父母吵架的时候，两个人背过去，然后他在中间，所以很小的他就要承担起说我希望我爸妈和谐，然后他就要去为别人的情绪负责。所以当他说到如果吵架的时候，他就先道歉，他不是真的就是说在哄对方，是他很害怕对方生气。就是他是一个对冲突特别害怕的人啊，所以他说我怕翻旧账，他不是怕翻旧账，他是怕一切的冲突和争吵。另外一点也会潜意识当中会逃避矛盾。12号，男嘉宾你好，我想跟男嘉宾说的是，如果没有人治愈你，那就自己治愈自己吧。就是你可以更多的去在意自己的情绪，然后自己去积极的表达，去享受生活中很开心的事情。谢谢。好，谢谢，谢谢。7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在和你的另一半道歉，或者说去处理一些冲突的时候呢，你会不会采用一些小技巧呢？就比如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男朋友对女朋友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说宝贝我错了，这是我给自己找的台阶：1给宝贝发一个大红包，2带宝贝游乐园1日游，3我们去吃一顿火锅之类的。这样既是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也不会让男朋友在这场道歉当中感到特别的卑微。这样子的方式，请问你有没有这种小技巧呢？其实我也有过，之前他送过我一个玩偶，然后我会拿笔画2滴眼泪，我说你不要生气，你送我的玩偶都哭了，我说你也不要难过，不要生气了，然后会发给他。你还记得他刚才那个 A、B、C 3个选项吗？记得。你选几？先 A 再 C， 早 A 晚 C。有的时候网上是这么说的。你选完了之后，对方会告诉你，这不是选择题，这是排序题。看下一条。每段感情都是一次独特的旅程，也许无法抵达终点，但这段经历会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第一段感情，我们是校友，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她一个女孩子竟然剃了光头。聊起来才知道，她是因为失恋和闺蜜打赌，一冲动就剃了光头。因为失恋剃光头，完全没有形象上的顾虑，她在我眼里变得有趣。再加上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但是恋爱后，她还是忘不了前任。我也跟她提起过不要提及他们的过去，她甚至还和我生气，于是我就提出了分手。第二段感情，我们是老乡。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异地恋。为了每周能见到他，我放弃了在老家发展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去了离他近一点的城市工作。他在恋爱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不允许我喝酒。有段时间，我情绪特别低落，不想把负面情绪带给他，一个人喝了点酒。他看到后特别生气，他觉得我不仅欺骗了他，更违背了我们曾经的承诺。在他心中，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他无法容忍我的行为触碰到了他的底线，向我提出了分手。我知道他是因为关心我的身体健康才不让我喝酒的，他介意的不是我喝酒，而是因为我欺骗了他。
事后我也反省了自己，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对伴侣有所隐瞒。我是一个占有欲特别强的人，也特别爱吃醋。当女朋友提到她跟前任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知道我听了会不高兴，但是我就是好奇，就是还是想听下去，然后听完之后就吃醋。女朋友如果跟异性出去玩的话，没有告诉我，我可能会想东想西。晚上出去玩的话，我会等到她到了家给我说，她到家了之后，我才能安心睡觉。我希望未来的另一半给我满满的安全感，我也会给足他安全感。恋爱后，我的手机可以随时给他看，对他完全透明，没有秘密。1号。男嘉宾你好，刚才看到您的VCR里面说，就是以后在一起了之后，手机可以完全透明给对方看吗？那您希望对方的手机也是完全透明，然后你可以随便看的那种吗？不会的，我只是说我为了给他安全感，我会把我的手机透明的给他看。其实我不是很会查他手机。14号。你好，男嘉宾，你是主动上交手机让他去查吗？我会告诉他我的手机密码，然后我就手机放那里，你想看的话你就自己看好了。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聊的那个话题吗？平等关系当中那个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这就是例子，是这样形成的。他先表态，我不要平等。23号。哎，男嘉宾你好，因为刚刚看到 VCR 里面说，就是你前女友不让你喝酒这个事情嘛，其实跟我自己的经历挺像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我如果闻到烟味如果很浓的话，我是完全无法呼吸，直接就是大脑无法思考，然后喘不上气，然后嗓子会很疼。哦。所以我对我的所有的男朋友的要求都是，我其他先不看你，但是你不能抽烟。哦。但是后面我们俩分手的一个导火索也是一样的，就是他当时也是，他父亲出了一点事情嘛，然后住院，我也理解他压力很大，但是他一没有跟我沟通，二没有找我倾诉，然后就自己抽了烟，关键还骗了我，还跟我装傻，就是啊，没有啊，就是个打火机，没有，就是这种跟我开玩笑的样子装傻，然后当时我特别生气。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单单是像你说的，只是因为欺骗了对方，更多的是因为我觉得完全可以选择另一个排忧解难的方式，没有必要选择一个既伤害对方的心，就是又彼此之间信任崩溃的事情来做。好，谢谢女嘉宾，谢谢。4号。我刚才看男嘉宾的视频，他说到了，就是他很好奇他前女友的前任，就是我突然就想到了，我在我的感情当中，我是不愿意去提我之前的感情的，所以我很想知道，就是男嘉宾对这方面你是抱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很好奇，是觉得女朋友不够爱你吗，还是如何？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是抱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很好奇，是觉得女朋友不够爱你吗，还是如何？没有，其实我不会主动去问，就是你跟前任怎么样，就是他忽然会提起来，他比如提到他跟他去吃饭，我就很问你们在哪里吃饭？我就是好奇，但是我就是边好奇边吃醋，但是我吃醋的话会吃几分钟就自己好了。那这会不会有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会时不时的，你可能习惯性的想要提起，然后女朋友就会被迫又翻起了她以前的这些回忆呢？不会，我只是另一半提起的话，我会追问一下而已。但是如果他不提的话，我永远不会问。19号。男嘉宾你好，那我也想问一下你，那你在跟你女朋友相处的时候，你会提起你前女友的事情吗？不会，因为除非他问我的话，我会告诉他；他不问我的话，我不会主动提起。那你会讲很多吗？会如实告知，并且把一些的细节都会。你问多少，他说多少，他是个实在人。对，你会说多少，全说。就模棱两可的说一下，也不会说的特别详细那种。那如果他追问呢？就是说没什，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也会可能告诉他详细一点吧。好，谢谢。
哎，你希望是什么样？我觉得所有女生在问男朋友他前任女朋友的时候啊，都希望得到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不管之前所有的女朋友怎么样，都没有现在的你好。我之前遇见的所有都是彩排，为了遇见现在我人生中唯一的女主角就是你。学到了。最后一个问题，6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想问你，你是讨好型人格，或者说是付出型人格吗？因为其实刚刚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会为了女朋友去妥协很多东西，包括在你刚刚前女友不想让你喝酒的情况下，你也并没有去问她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你是不是在谈女朋友的途中，也会把女朋友就是隔在你的心墙之外呀？其实不会的，我跟女朋友谈恋爱的话，其实我会把她放在比较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对，就是因为我把她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会对她付出的比较多一点。那为什么你不去弄清楚他不想你喝酒的原因呢？而且，对呀，你不问问吗？对呀，而且就是你不开心的时候，你那么的不开心，你想到的却是做一件跟他约定好不去做的事情，而不是向他倾诉。就是可能当时就是确实有点不开心，当时他可能不在身边，然后就是忽然想去喝一点，然后他的意思是，当女生问你不让你喝酒的时候，你连原因都不问吗？我没有问过。好，谢谢男嘉宾。你觉得他们灭灯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没有问清楚他们，没有考虑过我女朋友的感受之前的。他还是那一点，就是他遇到冲突，他会本能的回避。回避型人格。哎，他回避，就是他别人说不喝酒，然后他就会绕过去说，既然你不让我喝酒，但是我怎么样让你不知道，我就喝一点。他不会说你不让我喝酒，为什么不能喝酒呢？他不会直面那个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越躲他越多，然后大家就会说你不要躲了，你要去直面啊。所以就是刚才那个，虽然中心说的很好啊，就是说，你就是愿意在家，那我如果天天叫你出去玩，你愿不愿意？你再试探他，就假装自己要是出去玩，然后问他，结果人家真的符合你了，你又觉得你在骗人，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关系啊，都是相互激发的，然后他的这种会激发女人的征服欲，他越躲，女人越要征服他，来证明你就是非常讨好。然后那个男生呢，越想躲呢，就是引发你越进攻然后这种关系就会走向一个非常没有办法去好好的相处。回避型它有一个特点，就叫我先答应吧，这是你的一个习惯，我已经看出来，这个习惯会有非常的后患无穷。就是当他说你一滴酒都不能沾，你喝酒我会非常生气，你就是，哎呦，要不答应他又要生气，那先答应吧。许下了一个在表层看起来不够负责任的承诺，你可以默念几个句子，以后你要在感情或亲密关系当中把它变成你的新口头禅，叫我不要，我不喜欢，我不愿意。你要多默念它，你要把它当你的心在跟你说这不是我想要的时候，这句话要先出现。那我说了这个话，他生气了怎么办呢？他生我气了，他不跟我在一起了怎么办呢？直面它。我们要去表达情绪，但不要情绪化的表达。在男女相处的时候，有2点非常重要，你一定要记住。第一是真诚，第二是魅力。真诚是什么？不玩套路，不玩技巧。第二是靠魅力。男人不是追来的，女人也不是追来的，是魅力彼此吸引来的。才华、幽默感、能力、荷尔蒙，这都是我们魅力的来源，这是我们能够吸引对方的来源。但这些来源里边不包括卑微，不包括主动上交手机，不包括先说我想99%的时间黏着你。最应该做的事情，在亲密关系当中形成的是独立、自尊，并且能够散发吸引别人的那种东西，而不是先把自己放低。谢谢老师。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孟非老师、陈老师、黄老师，在场的各位女嘉宾，大家晚上好。我叫马嘉诚，今年25岁，来自四川成都。 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您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和未来所心仪的女孩子一起去放一场浪漫的烟花。哇哦！3号。男嘉宾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一般放烟花的品种是什么？因为我自己最喜欢放那个仙女棒。 我很希望陪着女孩子去放那种仙女棒的烟花，但我其实更希望去放那种很大桶的。你说的那种，就是我的小时候童年也玩的，拿在手里转，放在地上，对，就那种。小孩玩这种。是的。这哥们儿他看的那种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那种，砰打上天，15秒钟以后，啪啪啪。14号，你好，男嘉宾。如果就是我们看到很漂亮的烟花，你会给另一半拍照吗？或者拍合照什么的？我觉得拍烟花和女朋友在苍穹底下，然后去欣赏。苍穹底下。整这么大词儿。然后一起合照，是对于2个人恋爱一段特别有意义的。 特别是铭记于心的一个时刻，我特别希望去拍合照。好，您的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我未来所喜欢的女生交友太随意。好。4号。我想问男嘉宾，什么叫随意呢？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吗？我觉得起码是是与你灵魂能够匹配，或者说相一致的时候，才能够去认定是一个好朋友，而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比如说出去喝1场酒，去玩1次剧本杀，这一对就是我的好朋友。好的，谢谢。9号。我之前谈过一个男朋友，就是我公司认识一个同事，就我们俩玩得很好，但他就觉得这个女生不行。 他就叫我少跟那个女生玩，就是我觉得，就是交友是我自己的自由，就不能说因为你然后去干涉我的交友自由。我觉得交友是法律赋予每一个。这哥们儿用的词儿，刚才是苍穹，交个朋友都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对。我觉得一定是不能够，你把所有人你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当做你的朋友。还是比较想要。 不要干涉我的自由。因为前段时间呢，你就不要干涉他了吧，好吧？秦明佳。男嘉宾你好，就是你觉得另一半交友太随意，就是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感情吗？我觉得会的，因为短时间内太频繁的聊天就会产生暧昧。 所以你是比较特指，就他异性朋友这一块要慎重，然后不能太密集的联系，是这个意思啊？对。你看你这个没表达清楚，就导致了他们就觉得，跟朋友交往这是我的自由啊，你干嘛要干涉我呢？如果你要把他说我不希望他交异性朋友太随意，那又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事情了，对吧？好，来看片子。 用法律的天平维系秩序，公理之下，正义不朽。我叫马嘉诚，来自四川成都。小时候的我曾经有过在法院旁听的经历，出庭律师的庄严正义，在我心里埋下一颗当律师的种子。18岁那年，我立下志向，我要考入名校学习法学专业。
但因为高考失利，当时迷茫的我只能选择一所3本院校的法学专业。虽然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但这并没有让我放弃梦想。我当时就一个念头，考研那4年就做过一件事情，备战。室友在熟睡，我在刷题海；别人在打球，我在背法条。为了不让自己在温暖的室内睡着，我选择在宁夏的操场边跑步边背书，每天都是3、4万步。哎，小马，冷哦，那我还得跑啊。虽然我错过了和朋友的玩乐，但我实现了18岁时的梦想。至今我还能回忆起拆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在去年，我也顺利考下律师资格证，成为了一名实习律师助理，主要负责经济类案件，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现在的我依然保持着6小时的睡眠时间，睡前我也会享受一个人追剧的时光。我喜欢刷一些职业剧，比如《非凡医者》《冲上云霄》，在放松的同时也能了解各行各业。钢琴是我从小到大的伙伴，无论心情好坏，我都会去弹上几曲。我觉得弹琴能够治愈我，让我走出内心的彷徨。现在有的医院大厅呢，会放上一架公共的钢琴，许多志愿者会上去轮流的演奏。正是这样的旋律，能够将音乐的力量传播给大家，抚慰大家心灵。我曾经参加过这样的活动，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特长治愈大家。我也希望弹奏一段甜甜的歌，送给能读懂我的你。来，马律师给我们弹一段吧。哎呀，那个5号好像是可以哦，对，一我也块儿来吧会弹点琴。哎呦，来，他们可以4手连弹呢啊！这个谱子呢，就是它分为上声部和下声部。人家懂。教我。女生一直跟他说教我，女生都没说自己是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的。这儿呢，准备4个8拍，然后我们然后4个8拍你就说进，然后我就啊 ，OK， 那我们尝试一下。哇！第一次配合，谢谢雨佳，默契了。哇，这个2个人琴瑟和鸣。对，以后白天弹琴，晚上弹琴。你是学法律的？我是学法律的。现在算律师了吗？现在还不算，算准律师。哦。7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觉得律师是一个思辨性很强的人设。那以后如果我们吵架了，你会拿出各种证据来想要说服我吗？首先，学法律他肯定已经养成了一定的这种严谨的思维。可能我在某些小事儿处理上，女朋友要找我麻烦，我觉得我没有做错，我可能会用一些法律的逻辑去回应她，不叫回击。但是呢，我觉得和女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呢，更多是生活的一些片段，相互融洽的去进行谈恋爱的过程。这是他准备给我们大家分享的，你给我们好好讲一下。
女朋友偷偷把我的游戏账号注销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在场的女嘉宾，我不小心偷偷的把你的包包给扔了，好，违法吗？你等死吧。只要是偷偷都不行。对。在2020年民法典通过以后了，这种虚拟的财产也属于个人的财产权利。对，所以说超过了5000元，这个虚拟财产认定的话呢，就属于是刑法里边所规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他说我是你女朋友啊，你应该怎么办？你拿出证据来。那当然会宠溺他。第4个，分手后向对方索要青春损失费，这个当然是一个你想做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但对方给不给，当然是可以不给的。但是呢，我觉得谈恋爱的话，你既然选择了对方，那么在分手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承担起你做出选择一个的后果。就是说你要不要是你的事儿，对方给不给是他的事儿，跟法律没有关系，是吗？14号。你好，男嘉宾。如果在谈恋爱期间，双方翻对方的手机，算侵犯对方的隐私权吗？哇，你这是个致命问题。首先呢，每个人的手机里边都有很多自己的小秘密，那这些隐私呢是不受侵犯的。所以说你翻我手机呢，或者说翻你男朋友的手机，当然是侵犯了他的隐私权。是违法的一个行为。但是呢，我觉得99%的男生都不会追究这个行为。要想追究，能追究吗？就让他立刻停止侵害。李慧慧。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待婚前财产公证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婚前财产公证呢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行为。会给你的家庭所带来一个保障，它是一个家庭与另外一个家庭的结合。如果一个新的家庭的话，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婚前财产公证。那您是会主动跟女朋友去提这一点吗？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会，但是我不保证我从感性的角度来说去宠溺我的女朋友。婚前财产公证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得有财产。如果你只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和一个微波炉，我觉得就算了。你看他这样的挺不容易的，他念书实现了这个逆袭。你们有没有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实现了逆袭，让自己感到骄傲的那种？2号。大家好，我叫刘一红，来自湖南衡阳，现在是在浙江杭州工作。男嘉宾好，就是我的经历跟你也是比较相似的，就是我曾经也高考失利过一次，然后我复读了1年之后，多考了150多分。最后我在大学的时候还获得了一个公费的一个留学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我人生中比较重大的一个转折点。我觉得人生的努力是勇往直前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与道路。我希望和我所喜欢的女孩一起，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宽。好，看下一条辩论。爱情就像是一首动人的旋律。几个简单的音符随着时间的推移交织在一起，慢慢变得复杂且美好。我曾经和一个成都女生在一起4年，这段感情的开始是她在社交媒体看见了我弹钢琴的视频，在视频下面评论留言，我们也交换了联系方式。我发现她也会弹琴，弹的竟然是一首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曲子《彩云追月》。共同的兴趣爱好让我们愈发熟悉，我们会约着一起喝咖啡，一起出去玩。后来我精心挑选了一家餐厅，准备向她告白。我对着空气反复排练，那种紧张感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最终我送出了那条项链，她成为了我的女朋友。2年后，因为我要去贵州读研究生，我们开始异地。正逢她的家里人生病，我又不能一直陪在她身边，偶尔的争吵让这段感情出现了裂痕，
在一次争吵过后，他觉得我们都需要冷静一段时间。可能是对于冷静期的理解不同，半个月后，当我回成都找他，想要安慰他的时候，却发现他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我问他这是为什么，却换来一句：“我们已经分手了。”我觉得一段感情的开始和结束都需要仪式感。当时的我觉得无法接受以这种单方面的宣告结束来作为故事的结尾。直到后来，我无意在琴谱当中发现了他留下的那封信。嘉诚，我不想因为家人的病情拖累你，也请你原谅我自私的决定。忘了我吧，也祝你幸福。那一刻我释怀了，我觉得真正的爱情是两个人共同迎接困难的勇气，也是因为理解他的做法而选择的放手。希望未来的你可爱善良，永远怀揣着正义，奔向真诚。我们会彼此心动，共赴远方。22号，大家好，我叫王凡，我今年22岁，我来自于河北唐山。男嘉宾你好，因为我看您的 VCR 上面写着，就是你希望你的另一半是那种善良的，然后比较有正义感的。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比较有正能量的女生，因为我每天我给我自己定的规则就是日行一善。你昨天的那个善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昨天的善事就是为了一只流浪猫，对。哦，哎，这真的是啊。就是尽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善事，因为我觉得这样就是非常好，给自己就是提供很好的能量。23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看你的 VCR， 包括你的兴趣爱好，一个是弹钢琴嘛，像 VCR 里面你跟你前女友的约会场所也是类似图书馆啊、咖啡厅这样，然后包括你的讲话方式，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温柔，然后就是有点慢性子的人。就是我很好奇，想问一下，那你在生活当中，你觉得你做过最激情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做过最激情的事儿，我会挑战很多的不一样。我去蹦过极，我去滑过雪，我去挑战过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可以，有机会也可以跟你一起滑雪，我也很喜欢滑雪。有机会也可以跟你一起滑雪，我也很喜欢滑雪。14号。你好，男嘉宾，你觉得结束一段关系是需要仪式感的，是吗？是需要见面，就是说清楚。我觉得结束与开始都要一样，你们需要去共同两个人一起去决定做这一个事情。分手并不是一个人的事儿。5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以前也一直妄想着自己能有一个有仪式感的分手。然后之前我和一个前任已经分分合合很多次了然后我心里其实已经想好了跟他分开，然后我给他买好了一个礼物，然后再把他的冰箱装满了他喜欢喝的饮料，还有他喜欢吃的巧克力。然后我就想给他写了一封信放到他家里，就跟他说我要走了，然后谢谢你就陪了我这段时间。但是我发现当我们这么有仪式感分手的时候，一般都分不掉。就是太那个情深深雨蒙蒙了。经常听到有人说有仪式感的分手，仪式感这个事情是要用心的，知道吗？对。不用心的就没有仪式感。当你们两个感情已经真的意义上的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在用心的来做这个事情，那还没到要分的时候。你想到他，他也会想到你，两人抱头痛哭。哎呀，还好好过吧，宝宝，好好过吧，就这个结果。就仪式感分手还有个前提，就是双方爱的浓度有个很大的差别。有一方已经完全没有了，很决绝；有一方还残存着一些爱意，但又浓度不到重燃爱火。然后这个还有爱的这一方，往往会希望一个仪式性的分手。还有一种可能是家庭巨大的反对，或者异国异地，使得他们不得不彻底的分开，然后双方会希望有一个仪式性分手。还有爱意残存是个必要前提。对，还有就是大家对关系质量的要求，就是要不要两个人要走到恶言相向、彼此刺激的那个程度才叫分手。感情变淡其实就可以叫停了。
我在友谊中、爱情中、亲情中都不要走向那个极端的负面到一定的程度来觉得好了，差不太多了，就可以缓缓的就心存善意的分手。我觉得这是人对人的一种体谅。最后一个问题，20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你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是更倾向于那种和你实力相当，还是会选择那种需要在人生道路上你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引领的这种？我更希望去两方强联合，希望大家能够达到共鸣。比如说我说一个什么观点，女生呢也能够在这个观点上面得到回应。而不是痴痴呆呆的，只是望着你，什么都不知道说。现在留灯的是7号、14号、22号。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有请7号、14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看大屏。21号。来看一下自推是马嘉诚的自推女生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马嘉诚的自推女生是10号刘玉雯。男生性格彬彬有礼，随和自信，感情中感性浪漫，有仪式感，懂得给女生安全感。女生性格爽朗活泼，善解人意，感情中感性又浪漫，会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情感，喜欢陪伴。男生身上的松弛感会吸引女生，女生温婉灵动的气质也会吸引男生，会是甜蜜温馨的一对，供两位参考。看一下女生基本资料：梅瑞莹、开心果、神经大条。这样的我，你选一个。我很想选第一个开心果。朋友口中的开心果，朋友们经常问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如果有我每天这么开心就好了。秦明佳，工作日常不能容忍的事，喜欢的类型。我想看一下工作日常。Hello， 大家好，又是新的一周。身为特殊教育教师，带大家来看看我的工作日常吧。这是我的第一堂课，台下的学生都很乖吧？除了正常上课外，下课的时候我们更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动态。这是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盲文，我们会按照对照表上面的拼音对盲文进行解读。每天晚上的篮球比赛是他们也是我最欢乐的时刻。这就是我的工作日常。其实对于特殊儿童，除了陪伴，更重要的是不要用有色的眼光看待他们。希望未来的你也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和我一起关爱这些特殊的小天使们。刘玉雯，我喜欢的，动嘴也动手，你不知道的我。我想看一下我喜欢的。特别喜欢小动物，家里养了一只猫，希望可以和未来的你再养一只狗，一起做幸福的双宠家庭。王兴伟，我喜欢只说一次的话，上头困难户。我想看一下我喜欢。嗨，大家好，这个和陀螺融为一体的就是我。我喜欢猫猫，偶尔也会被羊驼吓到。
喜欢赶海抓小螃蟹，喜欢飘在湖上拍美美的照片，喜欢吃火锅时用鸭肠冰碗做个暗黑蛋糕，喜欢做饭但不太会。希望你可以多多包容我的又菜又爱玩，一起去探索更多新鲜事物吧。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我很想知道女嘉宾你们在工作之后的休闲时间是怎么安排自己的日常的作息的？14号。因为我平时可能比较宅吧，就是我喜欢在家里追剧、打打游戏什么的。21号。如果有男朋友的话，我会愿意和他一起躺在床上看电影啊，然后聊天啊什么的。10号。如果是周末休息时候的话，我比较喜欢去探店，然后去跟对象一起去吃好吃的东西。7号。我会抽出一些零碎碎片的时候去跳跳舞，然后去猫咖撸撸猫这种。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择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想选择刘艺雯，自推女生。10号。好，来3位女生请回。我刚才觉得，这位女生呢，她说的周末可以去探店，可以去发现很多好玩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如果只是宅在家的话，会灭失很多的新鲜感。我想和对方一起去发现这个世界有特别多好玩有趣的事儿，去发现这个世界，探索这个世界。10号。首先就是男嘉宾真的很好，很优秀。因为我工作也比较忙，然后我可能会需要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对方的感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马律师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小伙子挺招人喜欢，对，挺上进的，人很好。他有沟通的内容，是他是一个那么理性的人，但最后一刻完全被感性支配，做出一个决定。但是在他进行表达的时候，又回到一个很理性的，希望找到一个原因。然后你喜欢探店，我也喜欢探店，然后来契合，这也许不是一个最优策略。对，他不如说我就是看到你，我就产生了很多爱意。对，就让爱意炽烈的在上面燃烧释放出来，也许还有那一丝可能点燃爱火的机会。在苍穹下看烟火。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大家好，我叫秦允探，来自三亚，今年32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了解你名字背后的故事。先说说你名字背后的故事。其实我名字的故事呢，秦允叹，叹字呢，其实是在80、90年代那个时候比较火的一部神探加杰特的一部动画片吧。然后我爷爷就把那个叹字用在了最后，因为他希望我做一名警察。哦，是你爷爷看动画片儿？因为当时很火，就是家里人也知道的比较多。然后我爷爷呢，他其实也会有一些关注的。第二个字允，允是什么意思？允其实更寄托的是老人家的一种豁达吧。我觉得他对这个字的理解的含义就是允许一切事情的发生，然后去面对、去接受。允许自己看动画片儿。啊3号好像特别想说这个话。对，男嘉宾你好，就是我叫倪燕青嘛。大部分人听到我的名字，第一反应总是浪子燕青，对吧？对呀。但实际上，我的这个名字是我爸爸初恋的名字。哇哦，一模一样。你妈知道这事儿吗？她不知道。这下好了，你妈知道了。哎呀。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分手，我感觉。但是我会觉得很有意思，你后来有没有问爸爸？就是，我问了，我说是不是还是比较喜欢他嘛？他说就是觉得他初恋人很好，想把这份美好就是留给我，希望我也成为像他初恋一样的人。哇！你爸跟你说完这番话之后，有没有再关照一句，不要跟你妈说？他说了。他没有跟他妈说，他选择告诉全国观众。哎，那孟非老师，我想问你的名字是怎么由来的？我父母大概认为我有可能是那种惹是生非的人。这个名字很哲学，其实单名一个非字是非常酷的一点。就是很思辨。Cool。关键是我还姓孟，我以前年轻时候为了叫人名字，我孟子的孟，韩非的非。哎呦，先秦时候的哲学家，我一个占俩。哇哦！好，第二个。我不希望你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我所谓的不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它体现在哪儿？其实，在我以前可能交往的一个女朋友，她每天都会定时定点的去要求自己去健身，不吃任何就是高热量的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在感情相处的过程当中，偶尔去吃宵夜啊，去看电影啊，我觉得这是比较浪漫的一件事吧。7号。男嘉宾你好，我觉得自律又不是死板，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有魄力的嘛。对呀。比如说我们如果减肥，还会留一天去吃个放纵餐呢。像我之前我自己在本科大学宿舍里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小的那种电子秤，精确到0.01克的那种。然后我把每顿饭的那个菜都放到那个秤上去，精确称它的克数。然后再对照有一个电子版本的卡路里对照。然后每天我都记录，然后坚持了1个月。我觉得对我其他的正常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啊。对呀。坚持本来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对于我之前谈的那个女朋友，我给她安排的看个电影啊，或者是约个几点的宵夜，就可能会晚了一点。然后基本上啊，她都是比较拒绝的。这种特别自律的，就是相处起来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枯燥吧。好，谢谢。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你的另一半太过自律，会有一种对你的隐性压力？你是担心这件事吗？会有。哦。我觉得自律其实蛮好的事情，但是自律的前提我是自由的。我自由，我快乐，然后我愿意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变得更快乐。你就觉得他是生活的主人，对，而不是一个生活的奴隶。他不停的要去满足生活对他的要求，是去实现他的自己的某一种目标。对，心理学上有这个说法，说它的驱动机制，如果是恐惧驱动的话呢，本质上是一个反复提醒，就是你反而永远忘不掉了。
你每一次自律都是在提醒自己它的存在和它的压力，反而它会离你越来越近。但热爱驱动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靠近某个地方去行走，而不是要远离另一个地方去行走，这是很好的动力转换。好，来看片子。踏足温暖的沙滩，聆听海浪的旋律。我很享受与辽阔的大海相伴。我也希望像大海一样，成为一个包容和温暖的倾听者。我的工作需要倾听每一对新人的心声。我是秦允探，一名婚礼活动策划师。去年我策划了近100场婚礼，有浪漫的海边婚礼，有传统的中式婚礼，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目的地婚礼。每一对新人都有自己对婚礼的期许，我会耐心聆听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打造专属适合的婚礼计划。其实在我们现场执行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比如说下雨天啊，或者是亲人提出的一些异议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去紧急的提出一些预案，去安抚他们的心情，确保给他们一个不留遗憾的婚礼。这份职业很幸福的一件事，就是能够了解各种不同的情感故事，也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让我明白了，其实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两个人一定要懂得去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遇到所有的困难，其实两个人可以一起去面对，一起去成长。今年是我做婚礼策划的第7年，经历过失败，也换过很多城市，但从没有想过放弃。其实有身边很多的朋友，他们也不理解我，说我为什么去坚持做这一行。我觉得坚持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既然热爱它，我就一定要努力把它做好，未来开自己的一家工作室。工作之余，我也喜欢深度游，比如刷到老君山很美的视频，就去把整个河南游了个遍，还会尝试潜水，感受不同的领域。烹饪一餐美食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是一个人生活，我也经常会准备几道年夜饭级别的大菜。我会做很多不同种类的菜，最擅长做的是面食。其实在我8岁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做饭了，那个时候爸妈工作特别辛苦，每天回来都特别晚。然后有一次放学回家，我就想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减轻爸妈的一些负担呢？我就学着他们做饭的样子，给他们做了一顿饭。然后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妈妈在吃那顿饭的时候，其实是偷偷的流下了眼泪的。现在的我仍然享受在海边漫步，仍然享受做饭的过程，但更期待和未来的他一起分享这样浪漫治愈的生活。2号，男嘉宾你好，我也参加过很多朋友的婚礼，有来自各个地方的。我觉得参加婚礼也给我带来了一些不同的一些见识。比如说我参加广东的婚礼，他会带很多金子。然后像湖南的婚礼的话，就是会比较朴实，但是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当伴娘不能超过3次，超过3次就嫁不出去了。上海的婚礼的话，就是比较偏那种复古风、民国风一点点。然后还有比如说江浙这边的话，它就是偏西式，然后呢，他们的一些餐食啊也会是以海鲜为主。就是我觉得参加这些婚礼还是能体验到蛮多的一些习俗的。陈小旭。男嘉宾你好，我之前刷视频的时候有看到过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婚礼，他是一对新人，他们在婚礼前期准备节目，然后舞蹈啊、唱歌，包括自己的爸爸妈妈也一起。然后他们的婚礼举行是在一个剧场里面，也就是说不给嘉宾饭吃，但是可以看一场那个演出，就是能看到2个新人特别恩爱啊。我觉得这也是我梦想的婚礼。然后想问男嘉宾有没有自己心里比较梦想的场景？其实我本身现在是在做的也是一种就是目的地婚礼，而且整个海南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以海边为主。我未来我觉得是有必要去做一场旅行婚礼的。那么当然这个选择权我觉得一定要去交给我的另一半吧。我们来玩一个婚礼上的一个游戏。我想选3个女生和男生来做这个游戏的名字叫谁先走到谁面前。
有没有女生想玩这个的？举手，我看一看。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有没有女生想玩这个的？举手，我看一看。1号、18号，王梦瑶。我接下来说10句话，你们觉得我说的这句话，你们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往前走一步；你觉得我不是，原地不动，就看谁先碰到。啊。第1条，感情中会优先表达好感。好尴尬，你们为什么不动啊？2，遇到矛盾会当即沟通。哦。第3条，会主动加入到对方的朋友圈中。第4，如果身上有某个习惯对方不喜欢，会为对方改掉。第5条，异地时会追随到对方城市。这哥们儿什么都行，你发现没有？发现了。没有他不行的，他只是想往前走了。哥们儿，你步子小一点，好吧？好的，好的。你要就下去了，你这个。第6，在事业和爱情的抉择中会优先爱情。没他不行的事儿啊。我觉得是要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要看2个人去相处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吧。如果是感情到达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啊，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下一条，恋爱后会主动与异性朋友减少联络。邓晨丹的表情大震惊了一下。这哥们儿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啊！你看。第8，日常相处会主动报备行踪。第9，遇到别的心动的人会坦诚告诉对方。现在王梦瑶领先1步了。对。最后1条。好，现在可以进广告了。最后一句，恋爱后会与对方家人亲密交往。哇！这3个女生在这10条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最后走到了一起。对。来，我们先请3位女生回。你解释一下第7条。我觉得其实爱不是束缚，不是非得要看着一个人。2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真诚。比如说，那我要去跟朋友去社交，或者比如说跟朋友去吃饭，我可以带上你。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得去减少跟朋友之间的这种来往。当然，那你要是结婚了以后啊，那肯定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相对肯定会减少的。刘洋。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的身边的异性朋友会不会很多？
身边比较好的关系的有两个吧，就是工作当中的朋友。就像这种的话，你们会单独出去吗？如果说我们谈恋爱之后，那都是很早以前工作的朋友，基本上都不在一个城市。好，谢谢。14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的厨艺好吗？厨艺绝对可以的，你就说你喜欢吃什么吧。我想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做饭的经历。我当时全副武装，就是长袖长裤，然后戴了个口罩，然后戴了个帽子，然后戴着眼镜，还有围巾，因为我害怕那个油会溅到我。第一次做饭，我不知道就是油要放多少，我会放很多，然后水一下去的时候，它那个油就噼里啪啦的往上溅。然后第一次经验也不足，做糊了。后来我爸妈就是虽然糊了，但是他们却假装就是很好吃，然后夸我。你们能回忆起给父母做过的一顿饭吗？18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第一次做饭的话是从6岁，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嘛，然后我妈妈她每天要上完班之后，然后很晚还要回来给我做饭，我就觉得她太累了，我觉得很心疼她，然后我就自己就学着她的那个样子，然后搬了一个小板凳，因为我人还没有那个灶台高。那天做的是紫菜蛋汤，我记得很清楚，我忘记放油，我也不知道要放盐，然后那天等妈妈回来的时候，她是非常惊喜的。然后我问他，我说好吃吗？他说好吃，然后他一个人把它喝完了。但是后面我发现我好像是忘了放盐，但他全部喝完了。我们经常说妈妈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但我今天听完大家的分享，我觉得其实孩子对妈妈的爱也是无条件的。其实当妈妈也挺幸福的，如果孩子那么的珍惜自己。然后希望大家有机会也给爸爸妈妈做顿饭。我们看下一条片呢。感情不是一场可以提前策划好的活动，我创造了无数别人的浪漫瞬间，却无法预料自己感情中的每一个难题。我们相识于朋友聚会，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生。一开始我们是异地，为了她，我去了她所在的城市。其实，在感情中，我是习惯照顾他人的付出型。她喜欢吃的东西，我会去很多家店买不同的口味给她。过节时呢，我也会精心的给她准备她想要的礼物，和她一起庆祝。相处2个月以后，她的闺蜜开始介入到我们的生活，而她会突然对我变得冷淡。后来我才知道，是她的闺蜜觉得我配不上她，让她怀疑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对的。其实一段感情不可能只是2个人之间的事情，会有其他人的介入，介入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需要我们自己把握，坚持自己的原则。我到北京3、4个月以后，工作才稳定下来，这时她却提出要去杭州发展，这对我的工作来说其实是有很大风险的，但她认为杭州的大环境可能更适合她。为了她，我们一起来到了杭州。杭州待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以后，他又再一次向我提出了说要换个城市去发展，说想要去成都。其实我觉得你频繁的去换一个城市去生活，并不能对你的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只有你稳定在一个城市，脚踏实地的去做，才一定能够做好。我认真的跟他商量，但他执意要走，我很难过。他每次的规划都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那时候我没有跟他去成都，而是一气之下去了遥远的新疆。远距离的异地让我越来越不认识他，他时常失联，慢慢的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最终我们选择了分开。你期待的安全感是什么？我觉得我期待的安全感就是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就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啊，这个时候你要给我发个信息说一声，我最起码的是知道，哎，你是去和朋友玩了。我很擅长感知他人的情感需求，但我也渴望得到对方的回应。我希望未来的他能够将我也纳入到他未来的规划当中，我们一起携手并进。8号。
哎，你好，男嘉宾，我看你的 VCR 里面有说你的前女友有通过朋友之间的交流，然后影响到你们的感情。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他不够喜欢你。可能是吧。承认的有点不情愿。王梦瑶，男嘉宾你好，其实前段时间跟我的朋友们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到这个问题，然后大家在讲其中一个朋友她的男朋友怎么样，然后我就坐在旁边听，当时我没有讲话，然后我听了一会儿，我会觉得，其实如果是在讲我的话，我会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如果是男朋友的话，他是我选择的一个我喜欢的人，你不知道我们两个之间经历的一些事情，不知道他对我的好，所以当时我就跟他们讲说，如果以后我谈恋爱的话，就是你们不要说他的一些不好。所以你现在知道女人在一起都聊什么了吧？知道。陈小旭，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就好像我以前也会跟闺蜜吐槽，就是我男朋友，可能有一些不好的地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闺蜜直接说：“你怎么这么蠢啊，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我那时候就特别不开心。但是冷静下来，我觉得不是我闺蜜的问题，也不是我男朋友的问题，其实是我在中间传达的问题。对，我觉得没有必要。而且其实我跟他分手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他每一次的规划里，并没有把我规划到他的生活当中。赵美文，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到视频里女生选择去杭州，然后您一气之下直接去新疆了，就是您完全没有去解决问题，而选择去逃避。我想问一下，不是，刚才 VCR 里说到的是他去了杭州以后，我后面就是把工作直接转移到了杭州，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又说要再去换一个城市，就是总是这样几经波折的话，他累我也累。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5号。男嘉宾你好，你在 VCR 里提出你多次为对方放弃自己，然后去到对方的城市，那你会不会在吵架的时候说，哎，我都为你去到你的城市了，那你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那你会不会在吵架的时候说，哎，我都为你去到你的城市了，那你呢？这个我不会说的。所以你并不会拿这个作为一个话题去。对。明白，谢谢。你的这个自我有时候会挤压到另一半的一些空间，所以她有很多话，她只能借闺蜜的口来跟你说。所以一方面，闺蜜是她自己的放大器；第二，有时候闺蜜是她自己表达自己观点的一个过渡阶段。包括在分手原因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的那个表达，你其实是在表达你的规则或者底线的一种硬度，这是你跟她的沟通方式。对，其实当时走的时候，他也没有说需要我去到那个地方或者怎么样，所以说当时那段时间我也特别焦虑吧，然后确实也就是想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然后他走了以后，我就直接订了去新疆的机票，然后待了大概有1年半的时间吧。我能理解，所以在刚才跟所有女嘉宾沟通的时候，你的这个硬度的这个感受啊，在直觉上已经被他们感知到了，这也许是导致他们灯的变化的其中一个原因，供你参考。好的，谢谢3位老师。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